正德16年，公元1521年4月，明武宗朱厚照驾崩，五子继位。首辅杨廷和依皇明祖训兄中弟及原则，立新献王朱佑元之子朱厚熜为帝，即明世宗。这个看似平稳的权力交接，却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风暴。嘉靖即位后第5日，即下令礼官即一其生父新献王的尊号。杨廷和率文武群臣上议，要求嘉靖称伯父孝宗为皇考，生父新献王为皇叔考。这引发了年轻皇帝的强烈不满。他质问群臣：“父母可更易若是耶？”在这场持续3年的大礼议中，嘉靖帝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手腕。他首先通过左顺门事件确立权威。嘉靖3年，公元1524年7月，229位官员跪服左顺门力争。嘉靖下令逮捕134人，廷杖致死16人。这一残酷镇压彻底改变了明朝的政治生态。大礼议表面上是礼仪之争，实则是皇权与实权的较量，其结果深刻影响了明朝后期政治表现为：一、皇权空前强化，开创了皇帝直接支配6部的先例；二、内阁权力结构重组，谄媚逢迎之臣得以上位；三、沿路遭受重创，士大夫气节受损，开启了嘉靖朝40余年的礼制改革，消耗了大量行政资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张聪、桂萼等义理新贵的崛起，打破了原有的官僚晋升体系。他们以顺从帝意而得宠，开创了非典型晋升渠道，为后来的严嵩专权埋下伏笔。自嘉靖21年1542壬寅宫变后，嘉靖帝移居西苑，开始了长达27年不是朝的代政时期。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帝专事焚修，辞臣率供奉钦祠，形成了独特的钦祠政治。嘉靖在西苑永寿宫潜心修道，将朝政委托给内阁。但与其他时期不同的是，嘉靖通过票拟批红制度和频繁更换首辅来保持控制。他先后任用首辅10人，平均每4年更换一次，创造了明代首辅更替的记录。在众多首辅中，严嵩在位时间最长，公元1544到1558年，其专权程度也最为严重。严嵩的权术可概括为：精于钦祠，善揣圣意，控制言路，排斥异己，结党营私，卖官鬻爵，纵子受贿，聚敛无度。据明史记载，严嵩家产被抄没时，有黄金3万余两，白银200余万两，其他珍宝不可胜计。当时民间流传嘉靖家家干净的谚语，生动反映了严嵩专权时期的腐败程度。嘉靖代政期间，明朝面临严重的边防危机，在北方，蒙古俺答汗屡次犯边。嘉靖29年，公元1550年的庚戌之变，俺答兵临北京城下，明军望风而溃，暴露了军备的废弛。在东南，倭患达到顶峰。嘉靖32年至39年，公元1553到1560年，倭寇侵扰东南沿海，纵横往来，如入无人之境。直到戚继光、于大猷等将领整顿军备，组建新军，才逐渐平定倭乱。另外，嘉靖年间，宗室人口急剧膨胀。据明世宗实录记载，嘉靖末年宗室总人数已超过4万，岁之禄米达853万石，而全国田赋收入仅约2600万石，宗室禄米竟占全国田赋的1/3，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。加之由于南北边患不断，军费开支大幅增加，仅嘉靖29年的庚戌之变就耗费军饷600万两，常年边防开支更是在每年400万两以上，而太仓银库年收入仅200万两左右。嘉靖时期尝试改革推行出一条边法试点，但由于吏治腐败，执行效果有限。相反，加征、狱征等现象严重。嘉靖31年，公元1552年，为应对倭患，加征提边银120万两，为修建宫苑，加征采木银200余万两。同时，在嘉靖年间，白银正式成为本位货币，但白银供给不足，导致通货紧缩。同时，私铸铜钱盛行，钱法大坏。嘉靖4年，公元1525年，朝廷不得不下令停铸洪武制正德钱，仅行用嘉靖通宝，造成货币流通的混乱。其实，在嘉靖初年，明朝在杨廷和主持下，曾推行一系列改革，包括整顿吏治、财泰冗员、清理庄田、抑制兼并、整顿盐法、增加收入、减免赋税、与民休息。这些改革使嘉靖初年出现了天下熙然称治的局面。但随着大礼议的爆发，改革派官员被清洗，新政措施大多废止。嘉靖45年，公元1566年，在海瑞上治安书的震动下，嘉靖皇帝也开始有限度的改革。
整顿锦衣卫，赵玉冤案得以平反，清理勋戚庄田，还的于民，整顿漕运，疏通河道，减免部分地区赋税。但这些改革为时已晚，且力度有限，难以扭转积重难返的局面。总之，嘉靖朝开创的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的政治文化，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，言官缄口，谄媚成风，使得明朝失去了自我纠错的能力。这种政治生态一直延续到明末，成为王朝难以治愈的痼疾。嘉靖朝也是军事改革的关键时期，但由于皇帝怠政和严嵩专权，错过了最佳改革时机，卫所制度进一步崩溃，但新的军事体系未能建立，导致军事实力持续下降。嘉靖朝留下的财政赤字，成为后来万历朝加征三饷的重要原因。宗室禄米的沉重负担，军费开支的急剧增长，都严重挤压了明朝的财政空间。同时土地兼并加剧，流民问题严重，加上倭寇侵扰，使得东南经济发达地区遭受重创。这些社会矛盾的积累，为明末农民大起义埋下了伏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海瑞在治安书中直言，天下之人不知陛下久矣，准确指出了嘉靖朝政的致命缺陷。这种统治合法性的流失，是比财政危机、军事失利更为深刻的统治危机。正如史家所言，明之亡，实亡于神宗，而弊政实肇于嘉靖。嘉靖朝的45年统治，虽然表面维持了太平景象，实则已经为明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了所有隐患。万历元年，公元1573年，张居正取代高拱成为首辅，这个时刻开启了明朝最后一场大规模改革。他上任后立即推行考成法，要求各衙门直隶文部，月中注销，办事拖拉者举和纠治。此法一行，虽万里外，朝下而夕奉行，显著提高了行政效率。在清账田亩方面，张居正任用张学言为户部尚书，历时3年清查全国土地，结果比弘治时期多出300万顷。这个成就的取得，反映了张居正改革的决心和力度。在此基础上推行一条鞭法，将各项徭役杂税合并折营征收，简化了赋税制度，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。张居正还重用潘季训治理黄河。潘季训提出筑堤蓄水，以水攻沙的理论，历时4年完成治河工程，使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。这个工程不仅解决了黄河水患，也恢复了大片耕地。然而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，张居正父亲去世时，万历皇帝下诏夺情，引发朝野哗哗。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上书，元辅奔丧，纲常所关，典礼所重，人心所系，不可不慎。张居正大怒，将吴中行等人停杖后革职。这个事件反映了改革阻力的强大。万历10年，公元1582年，张居正病逝后，改革措施大多被废，但是他的改革尝试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经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明朝万历年间的3大征，即第一大征宁夏之役，公元1592年平定波拜叛乱；万历20年，公元1592年2月，宁夏副总兵波拜联合蒙古部落发动叛乱。波拜原为蒙古鞑靼部首领，降明后累公至副总兵，因其子波承恩与巡抚党兴有隙，遂举兵反叛。叛军迅速攻占宁夏镇城金银川，杀巡抚党兴及副使石继方，纵火焚公署，收服印，发躺石球。叛军很快控制宁夏全境，并勾结蒙古着力突部，威胁整个西北边防。明廷闻变后，立即命总督魏学增调集延绥、甘肃、固原诸镇兵进剿。4月，以李如松为提督陕西军务总兵官，统帅辽东、宣大、山西诸军往援。明军采取围城打援策略，主力围攻宁夏镇城，分兵阻击蒙古援军。6月，李如松在青铜峡大破着力突部，斩首200余级，切断叛军外援。由于叛军负隅顽抗，明军久攻不下。8月，巡抚叶梦熊建议决水灌城，明军筑堤引黄河水倒灌宁夏城，水深8、9尺，城中伐兴，拆屋而吹。9月16日，城中内应开门纳官军，波拜自焚而死，其子波承恩等被擒，历时7个月的叛乱终告平定。第二大征朝鲜之役，公元1592到1598年，元朝抗倭战争。万历20年，公元1592年4月，日本官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，日军半月内攻陷朝鲜黄金汉城，2月内占领平壤，朝鲜8道境内。朝鲜国王李炎逃至益州，遣使向明朝求援。明廷经过激烈争论，最终决定出兵援朝。
12月，明军先锋代朝变，史如率5000人进驻平壤，出战失利。万历21年，公元1593年正月，李如松率4万明军入朝。正月初8，明军强攻平壤，激战1日克复该城。此役斩首1285级，生擒2名，烧死6500余名，落水溺死者5000余名。明军乘胜南下，收复开城，但在碧蹄馆遭遇日军伏击，受挫后转为战略相持。4月，双方开始和谈。万历25年，公元1597年正月，和谈破裂，日军再次大举入侵。明军2次入朝，以邢介为总督，麻贵为被窝大将军。万历26年，公元1598年11月，明军水师在陆良海峡截击撤退的日军。71岁的老将邓子龙与朝鲜名将李舜臣并肩作战，大破日军。此役焚毁倭船200余艘，斩首500级，但邓子龙、李舜臣双战死。12月，战争结束，明朝丧失数十万，米饷数百万，虽取得胜利，但国力大损。第3大征播州之役，公元1599到1600年，平定杨应龙叛乱。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世袭统治播州，经贵州遵义，以立29世。万历年间，杨应龙是强跋扈，屡次侵扰周边土司，且渐用龙凤，为之用阉宦。万历21年，公元1593年，杨应龙被革职逮问，后获释，但他回到播州后，反而意见苗兵，日图报复。万历27年，公元1599年6月，杨应龙公开发动叛乱，攻陷綦江、屠綦江、投师必江，水为赤。明廷命李化龙总督四川、湖广、贵州军务，调集24万大军，分8路进剿。其中刘听出綦江，马孔英出南川，吴广出合江，曹锡兵出永宁，童元振出乌江，朱鹤龄出沙溪，李应祥出兴隆卫，陈琳出白泥。万历28年，公元1600年正月，明军全面进攻，刘听部进展神速，连破娄山关、海龙屯等天险，其他各路也捷报频传。杨应龙退守最后的据点海龙屯，这座城堡飞鸟腾源不能逾，易守难攻。明军围攻100余日，至6月初5才攻破该屯。杨应龙见大势已去，与爱妾周氏、何氏闭门自缢，其子杨朝栋、弟杨兆龙等被擒，解送京师处决。播州杨氏700余年的世袭统治至此终结。3大征导致明朝财政危机进一步加剧。3大征军费浩大，据《明史识货志》记载，宁夏之役费讨金200余万，朝鲜之役首尾7年费饷780余万，播州之役费讨金200-300万，总计超过1200万两，相当于明朝2年多的财政收入。为筹措军费，明廷加征辽饷，后又增设缴饷、练饷，合称3饷。这些加征加重了农民负担，成为明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索。军事力量的削弱。3大征消耗了明军精锐，特别是9边精锐在战争中损失惨重。据估算，明军在3大征中伤亡超过20万人，其中多有久经战阵的老兵。辽东铁骑在朝鲜之役中损失最大，导致后来在对抗后金时缺乏精锐部队。卫所制度也在战争中进一步瓦解，募兵成为主要兵源，增加了军费开支。政治腐败的加剧。战争期间，宦官监军权力膨胀，贪污腐败盛行，如朝鲜之役中经略宋英昌、杨镐皆议会的官，军功冒滥、虚报战果等现象普遍，进一步败坏了军政。边防力量的失衡。明廷将主要精力放在3大征上，导致对其他边境地区的控制力下降，特别是辽东防务在朝鲜之役期间被削弱，为努尔哈赤的统一女真提供了可乘之机。努尔哈赤正是利用明朝深陷朝鲜战事的时机，先后统一建州女真各部，于万历44年（公元1616年）建立后金政权。可以说，3大征间接导致了后来明清改朝换代的发生。张居正去世后，亲政的万历皇帝很快展现出与前迥异的统治风格。万历14年（公元1586年）起，皇帝开始频繁缺席早朝，开启了长达30年的代政时期。据《明神宗实录》记载，这一时期章奏流中，政事庸滞，朝廷运转陷入半瘫痪状态。万历17年（公元1589年），大理寺左平侍骆于仁上酒色财气4真书，直言皇帝嗜酒、恋色、贪财、尚且。这道奏书彻底激怒了万历皇帝，
他在召见首辅申时行时愤然表示：“朕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享此区区，亦何不可？”万历24年，公元1596年，皇帝以修建宫殿为由，向全国各地派遣矿监税使。这些宦官纵横一骚，吸髓饮血，引发民变不断。湖广税监陈凤在武昌激起民变，报名投齐党，从16人一将。苏州之功因税监孙龙加税而发动暴动，立黄建节于乱世之下。万历21年，公元1593年的鬼寺京察成为党争导火索，逐渐形成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，以沈一贯为首的浙党，以关英正为首的楚党等政治集团。各党互相攻讦，水火交攻，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执政能力。从隆庆元年（公元1567年）开海禁后，大量白银通过菲律宾流入中国。据经济史学家估算，明末100年间流入白银总数约3亿两。这一方面促进了一条鞭法的推行，另一方面使中国经济深度卷入全球贸易体系。天启年间（公元1621到1627年），魏忠贤与客氏勾结，形成阉党集团。他们通过控制东厂、锦衣卫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特务统治体系。天启5年（公元1625年），阉党制造6君子之狱，杨涟在狱中受尽酷刑，仍坚贞不屈，临终血书：“仁义一生，死于诏狱，难言不得死所。大笑大笑还大笑，刀砍东风，与我何有哉？”左光斗被折磨得体无完肤，学生史可法冒险探监时，见他席地以墙而坐，面额焦烂不可辨。各地官员为讨好魏忠贤，竞相建造生祠。蓟辽总督严明泰在冀州建的生祠经向免流，单银诸户，开封生祠建造时毁民舍2000余间。这种疯狂的个人崇拜，标志着政治生态的彻底败坏。崇祯皇帝即位后，迅速清除了魏忠贤集团，但面临的是个积重难返的烂摊子。为应对辽东战事和农民起义，崇祯年间加征3饷。据《明史·识货志》记载，这些家派使田赋增加了1倍以上。然而旧饷未完，新饷已催，形成恶性循环。然而崇祯皇帝本人生性多疑，17年间更换内阁大臣50人，诛杀都师7人。袁崇焕被凌迟处死时，京城百姓争啖其肉。这种极端处置严重挫伤了士大夫的报国热情。另外，崇祯年间进入小冰河期的高峰，北方连年大旱。陕西巡按马茂才在奏书中描述：民征采山间蓬草而食，至10月以后而蓬尽矣，则剥树皮而食；待年中而树皮又尽矣，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。天启7年（公元1627年），白水王二在陕西手举一旗，很快发展成以高迎祥、张献忠、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大军。崇祯8年（公元1635年），荥阳大会时，13加72营义军已形成强大合力。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口号，军纪严明，规定马腾入田苗者斩。这些措施赢得民众支持，队伍迅速壮大。崇祯16年（公元1643年），在襄阳建立政权，4年正月在西安称帝，国号大顺。崇祯17年（公元1644年）3月18日，李自成大军攻破外城。当夜，崇祯在宫中饮酒长叹：“苦我民耳。”他先是命周皇后自缢，又手刃元妃，砍伤长女，最后在太监王承恩陪同下登上南山。4月19日凌晨，崇祯在寿皇亭旁自缢，一经遗诏，朕良得秒功，上感天救。朕死无面目见祖宗，自去冠冕，以发覆面，任贼分裂，无伤百姓。南京陷落后，明朝宗室相继建立弘光、隆武、永历等政权。史可法坚守扬州，城破被俘后，凛然表示：“城存与存，城亡与亡，我头可断，而志不可屈。”最终慷慨就义。永历16年（公元1662年），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绞杀，南明灭亡。临终前，永历帝质问吴三桂：“朕本北人，欲还见12陵而死，尔能任之乎？”吴三桂俯首不能答。至此，明朝彻底灭亡，历16帝，传12世。